奥林匹克公园建在1972年的夏季奥运会之后呢，它就开放给民众跟游客呢来这边散步的超级大的公园这德国不由得不称赞它。它在举办一个世界型的运动会之后呢，能够既维持这一个奥林匹克馆当时举办场地的完整之外呢，它还能够怎么样？还能够开放给市民用如何在这当中把它融合在一起，这也是它最厉害的地方。还是那句话一个人民一个国家能够有如此今天强大的国力在2战之后还能够变成欧洲经济的领导国，它就是有它厉害的地方。那这里也可以看得到奥林匹克塔在这个地方它最高的建筑物在这儿非常美丽的这一种景色，非常美丽的这一种造景。进来到这儿，你会发现，因为德国也有这个阿尔卑斯山贯穿其中嘛，它在这儿玛利亚的广场过来之后，可以在这看得到它以这个湖畔水流、莱茵河为这一个设计的图稿，然后呢，旁边的这一种奥林匹克的建筑，则以阿尔卑斯山的山脉为它的灵感设计出山水结合在一起的人工人造，用建筑物来去塑造出来，这也是它特别的地方在我们现在所来到的慕尼黑的奥林匹克公园所以它才会让你感觉到说德国人厉害的地方把他们引以为傲的河跟呢在他们这个国家里面的这个阿尔卑斯山用建筑物就把它建筑了起来。1968年开始施工，一直到1972年陆续完成。整个公园由33个体育馆所组成的。而你看看，在什么时候？1972年就盖出了这样子的世界级的这一种体育馆真不得了！你真的是你也能想象这个国家被盟军炸毁过，还能够有如此这么厉害的这个工艺人民的水准我这真的是不得了这不知道拼多久我们才能够跟得上。所以人家为什么那么厉害我常就很好奇那真正跟我较输人其实我觉得还是我常在讲的一句话一个国家的人民的道德水准、民主的养成绝对不是嘴巴讲，也不是吵吵闹闹，也不是嘴巴说我爱德国这几句话就能够带领着这个国家走向了世界经济舞台。最主要还是从小到大的教育我发现一个国家要强大，教育真的很重要如果没有这些教育根本没有办法把这个国家推展起来。纵使有，它也只是刹那间的感觉，绝对不是长久的。这是我对他们的看法，我个人的看法走访了世界这么多国家，我发现教育非常普及、非常完善的国家，非常重视，从小就重视的儿童教育开始，人格培养的国家，往往都是世界上的强国我们从公园走到了 BMW 的世界，在这里百万的跑车、重机、鼎鼎有名的 BMW 的公司
集团就在这，在慕尼黑，前身是巴伐利亚飞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主要制造的这个飞机的引擎。然而在一战结束之后，德国受到了凡尔赛条约的影响，无法再制造飞机 ，B&W 才从这边开始做奥多巴，这个变形这汽车，这个变形金马兰讲了，是不是？好像我开着它双臂没赛那样，很厉害啊，叫做 B&W World 啊 ，B&W 的世界，在 B&W 总公司的旁边的汽车展示中心，可以看得到各式各样他们现在正在线上销售的 B&W， 看了以后有没有心动？爱车的人当然会手痒啊，想要开一下，想要摸一下啊。1955年出产的 B&W 最小巧可爱的车子也在这儿啊。当时的 B&W 的精密的技术就已经从它的第一台车开始沿流下来了啊。我们来到了慕尼黑的旧城区。慕尼黑新市政厅位于旧城区，它的玛丽安广场也就在它的前面。高耸的钟楼、老城的大地标，伴随声势浩大的每一年的慕尼黑的啤酒节，成千上万的人来到这一个带领德国经济重镇的慕尼黑，还有法兰克福也是另外一个哦。新市政厅就在你的眼前哦，在这儿外表充满了历史感，实际上正如它的名称，是个20世纪才完工的新市政厅。盖起来你不知道啊，还以为它很旧啊，不，它是叫做新市政厅啊，它是新哥德式的建筑，建在18世纪。当然啊，就是怎么样，也是重新整修过的啊。前面的玛利亚圆柱证明了慕尼黑的巴伐利亚人信奉的天主教。非常震撼，非常大，而且新市政厅拥有全德国最大的木偶报时大钟。每天的11、12、5点到晚上的9点，会有真人大小的32个人偶演出了1558年威廉五世当时他的结婚的情景。威廉五世的大婚庆典之所以值得纪念，因为是这一场婚礼盛会将黑死病的乌烟瘴气通通打散，迎来后来慕尼黑的兴旺与繁荣。前面呢，在德国常常会上演的这种行动剧哈，这种行动剧呢，也有那么一点艺术哦。走下来，慢慢的呢，又要来到了另外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这个地方呢，也可以说是在德国非常有名的音乐之都歌德大道上的莱比锡。哇，这个真是柏林一路下来，又是另外一个很震撼的地方。我们是去莱比锡的旧城中心哦，但是呢，其实莱比锡的中央车站也是全球4大火车站之一哦，拥有24个月台啊，比德国首都的柏林还要多出了10个月台啊。为什么？莱比锡在欧洲是很有影响力的城市之一，它从13世纪开始就举办了国际商品的博览会，13世纪国际商品呢，而且德国的第一条铁路也在此通车，连接了莱比锡跟德累斯登，你可见它的重要程度就在这儿啊！走进里面呢，可以看得到歌德雕像，还有它的旧的城市交易所。OK，anyway， 我们现在走进来的也是非常有名的圣 Thomas 大教堂。这个教堂因为2个人而闻名，这2个人是谁？分别是宗教改革的马丁路德，在1539年在这边布道，另外一个也是1732年开始，一直到晚年都在这个教堂担任风琴演奏者兼合唱团指挥的音乐家巴哈。所以呢，巴哈就在他的门口看起来呢，英姿焕然了。其实巴哈本人呢，胖胖的很可爱圣 Thomas 拥有了全德国最古老、最出名的合唱团。巴哈，德国引以为傲的人物之一这里是他服侍最久的莱比锡圣多马 Thomas 教堂我们走进来这里面呢，感受一下这里面的教堂给你的感觉在这个里面呢看到的呢没有很华丽，这都是马丁路德教堂的特色用红木底配上白底很朴实，有没有？红木底配上白色的石头一直往后走一直往后走，就可以看得到巴哈墓地长眠于此。德国最引以为傲的德国音乐家、音乐之父我相信学音乐的人都知道了。据说呢，巴哈的管风琴不是据说，就在里面琴上面写一行字唯独荣耀神。据说巴哈在写完每一首曲子都要写下这一行字拉丁文唯独荣耀神在他这个就是巴哈的墓地在他的1000多首的曲子当中，有3/4巴哈写来的3/4的曲子都是拿来敬拜神的所以呢，他就特别在每一首曲子写完的时候呢，在底下写上了拉丁文唯独荣耀神，就是提醒他所著作的都是为了光荣神迹巴哈故居的手动风琴也在这儿这里有巴哈博物馆那我们现在来到的是他服侍27年的教堂，巴哈在这儿写下的最经典的作品之一，几乎每周都写一出清唱剧200首流传下来。在莱比锡，巴哈创造了他的晚期作品，比小调的弥撒、圣约翰的受难曲、圣马太，有没有最有名的圣马太受难曲？这些被称为西方文明自己的文化成就。无论神采的尼采，在18世纪都承认，在听到这些作品时呢，一个完全忘记基督信仰的人听见这些音乐，就像如孩童听见福音一般。哇塞，这种诗人所讲出来的话还真震撼人心呢。这个教堂也就代表了巴哈的所有的一切那我们现在又看到这个是谁这个是另外一个有名的人叫做歌德。歌德的后面就是旧的证券交易所，一样精致雕刻
进入到了这个地方叫做欧布拉玛高村啊，这个地方绝对更是很少人听闻的。这里叫做壁画村，小镇上最有名的，也就是上演着耶稣受难记的剧院。这个剧院我们刚刚从剧院走过来赶过来，我们一离开的地方就是剧院哦。欧布拉玛高村，我叫它壁画村比较简单哦。全村在当时为上演耶稣受难剧而闻名的全世界淳朴的街道，散发出传统工艺的整个氛围跟雕刻啊，各式各样的湿壁画，朗朗上口的小红帽与大野狼的故事，都画在这一个小镇的这个房子的墙外面啊。哇，这些湿壁画真不得了啊，让你看了就觉得它虽然很小但是它却是什么很有艺术风格啊。这里也是非常有名的木雕村，历史上该村的人民曾经饱受了黑死病的侵袭，为了什么祈求神明保佑整个小镇啊，那就怎么样呢？当然呢，他们为了保佑小镇啊，就很虔诚的嘛信仰的这个宗教啊。那这个宗教呢，也就发展出每一年非常有名的这种上演的耶稣受难记敬神啊，来感谢上帝的恩赐，这个习俗一直维持至今。所以这里现在的耶稣受难剧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一个世界型的公演演出啊。很多居民呢，为了演耶稣前一年留胡子啊，非常虔诚的看待了他们当时的活动。这些湿壁画一进来里面呢，几乎每一栋每一户都可以看得到那小镇很小，又被称为木雕村，很多的木雕有没有看到这些木雕都放在外面小镇虽小，但是这个小镇呢，带给你的氛围还真是不一样艺术风格非常非常的强烈，这也是它很吸引人的地方在欧洲，就是我说的单国之旅当中，有时候最特别的也就是这样往往在小镇当中，在一个小城市当中，在一个不经意你经过的路边当中，你就可以看得到让你觉得怦然心动的美景这个小镇你也很难想象得到，它曾经就被黑死病所怎么样所侵袭过我们拍下这些美丽的壁画画面之后，用着我带来的空拍机这一路想用空拍机都没什么机会，因天候的关系来看看一见倾心的德国壁画村，在欧洲众多国家当中，德国最精彩的壁画村。继续前往我们的下一个童话故事的目标走
我们很多人从小到大都听着童话故事长大，王子、公主、城堡，哪一个人没有幻想过都有啊。那德国的新天鹅堡呢？你哪里讲呢？可能不知道，但是咱继续听下来哦，你有可能得再了解到。1869年、1886年，路德维希二世在巴伐利亚壮阔的山景当中所兴建的行宫之一，在这儿巴士上不去，你必须坐他的接驳车。城堡呢，依照了德国古代骑士的城堡样式所兴建起来的，成为中世纪最浪漫城堡的典范啊。这个全德国最热门的景点新天鹅堡，也就是传说当中的浪漫情节国王与皇后。哇！但是它这里面呢，你没办法进去啊，完全没有办法走进去啊。进去里面不能拍照了，不是完全没有办法走进去所以呢，我们就怎么办呢？只能从外围开始拍从外围开始拍整个梦幻之地新天鹅堡，洋溢着这个什么，好像你去迪士尼看到的这一种景色。美国加州迪士尼、香港迪士尼的睡美人城堡，都是以这些德国的天鹅堡作为一个灵感模板设计而来的，写下的脍炙人口的什么童话这些故事，甚至游乐园呢？那你就可以知道了，你们从这个角度拍上去，有没有震撼的不得了？全世界最童话王国的地方。那在这里呢，总共有5层共360个房间，但是只有14个房间完工其他346个房间则因为国王在1886年逝世而没有完工。它绝对当然肯定是德国最有名的景点之一巴伐利亚的国王于18岁登基，长得非常英俊，缺乏经验，没有人辅佐，而孤独又忧郁。对政治工作感到失望的国王转而了沉迷于歌剧跟建筑，受着当时在那个年代骑士的传说，更加在浪漫童话故事的影响，在建筑当中，他就想要带出梦境的人造天堂。虽然到了1886年，他不幸在斯塔恩贝格湖中死亡，但这座城堡遗留下来的债务成为沉重的负担。然而，如今的新天鹅堡透过了千万游客的赞赏，相信当时的这个国王他的梦想终于得到支持了一个非常具有艺术气息的国王，雕刻出了如此震撼的新天鹅堡。我们今天来着有着德国最美丽城市之称的德勒斯登。德勒斯登的城市美景很棒它可以让你看到很多东西当我一来到的时候，哇对于这个德勒斯登呢，还真是有一点震撼看到它这一切的这个美丽的景色呢，着实让我讶异不已有着欧洲客厅之称的德勒斯登呢，
德国萨克森自由州的首府，德国东部重要的文化、政治跟经济中心德勒斯登呢，在欧洲人口算是非常多的，有超过了将近快60万的人口在德勒斯登呢，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啊。我们现在走进来这里面，来看看不一样的德勒斯登。萨克森选帝侯强力王奥古斯特2世在参观了路易14的凡尔赛宫之后啊，决定效法了法王，建立一座壮丽的宫殿，就是芝温格宫。芝温格宫在1710年开始建设，我们走进来了。二战时候，芝温格宫经过了毁灭性的打击啊，那在这儿收藏了西斯丁圣母历代大师的画廊，就在芝温格宫。现在我们在芝温格宫的这一座广场前面看着，而这芝温格宫还有非常有名的中庭景色，再加上呢，这芝温格宫还有非常有名的王冠之门，就在这里，有没有看到啊？那中庭还有历代大师的历代画廊在森博楼啊，很难这一种用简单的几句言语啊去形容德勒斯登呢。我觉得德勒斯登易北河畔的一个非常让我觉得震撼不已的历史景色啊。那在这里，不管是他的中庭也好，当时奥古斯特为了打造出跟法国一样的这一种场景也好，豪华程度也好，现在留下来的这个中庭也证明了德勒斯登当时的辉煌记录啊。芝温格宫不是一个太过宏伟的宫殿，但是当时的奥古斯都强力王在这规划皇宫的目标，是为了将萨克森王国打造一个足以媲美当时法王路易14的凡尔赛宫。现在的这个是麦森瓷器秦钟的钟楼啊，敲起来的时候呢，最著名在东德的麦森瓷器，可以说是近200-300年来畅行欧洲最有名的瓷器。我们穿过了德勒斯登堡，经过了德勒斯登堡之后呢，我们即将映入眼帘的是另外一幅美丽的景色场景啊。王后玛列图呢，长达102公尺的宏伟的壁画，墙面描绘的是曾经统领德勒斯登的维廷王朝。那现在继续往这个幽静的这一条宏伟的壁画走过去啊。那帝王骏马的这个雄姿啊，就在这个地方非常的明显，而且在这城门底下描绘着当时呢在征战过程当中所留下来的俘虏的这种样式的样貌啊。那现在这个是马丁路德教堂啊，有没有看到啊？那这里就是维廷王族帝王骏马的雄健之姿。中国有九龙壁图啊，在欧洲也就拥有了这个102公尺的宏伟的壁画。1870年的画家，当时创新的斯格拉菲尔用灰泥刮画的绘法。灰泥刮画跟我们现在的油漆有一种叫做马来漆的刮砾方式是相同的啊。那这一种画下的历代的35位统领过萨克森的选帝后王边疆总督的群体景象，历时6到7年当中才完成的。1904年呢，为了不让华特的作品遭到风雨侵蚀而消失，德勒斯登府决定要更换这一面的壁画的材质啊。那御用的瓷器工厂就是麦森最有名的欧洲瓷器，依照原图烧制瓷砖，将24000片的瓷砖拼贴成原图。所以呢，现在看到的是24000片的瓷砖拼贴起来的后置建筑啊。最早当然不是啊，最早是用灰泥刮画的绘法。那这个原画呢，已经变成了经典之作。而麦森瓷器家族接下了这个工程呢，超然建筑啊，淡黄底色的瓷砖上面绘着
灰黑的线条，一片一片拼出了美味群组的英姿。棒吧啊，不一样的感受，不一样的感觉啊！而且它这里呢，又有这个熬鸡尾 K 天下之称哈。我们现在准备上桥啊，上桥之后呢，我们当然就可以看得到有欧洲客厅之称的重点哦。这个从这里看到易北河，哎呀，这个震撼啊！取的名字也真好，叫做欧洲的客厅啊。那如果家里面客厅真是这样子啊，哇，那还得了！它的名称叫做布吕尔平台，绰号叫做欧洲的阳台。易北河经此穿越拥有50万以上居民的大城市啊。我们从这个平台上面来看看，还有包含了它的宫廷教堂，这也是最美丽的、最壮观的景色之一。还可以看得到当时在横跨在易北河畔的这个古桥——奥古斯都桥。德国，你真了解它吗？东西德合并之后，东德跟北德，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在我们很多的旅游项目当中是不常来的。但它最有名的观光、最有名的旧城区，过去美好的日子，有着易北河畔的佛罗伦斯之称的德累斯登，拥有着丰富的文化以及历史的遗产，是19世纪萨克森王国的首都，建筑几乎呈现了巴洛克式最经典的风格，还有包含等一下我们会走到后面的圆顶的圣母教堂，水吧？但是这东西移整了后，该修理起来啊。二战，我讲盟军呢，为了围剿希特勒啊，几乎呢炸了很多的地方啊，炸得一点都不剩。布吕尔平台就在这，洛可可式的风格的教堂、宫廷教堂，前面的易北河畔，从哪个角度放眼望去，都是19世纪中叶的感觉。时间仿佛啊，甲灵动开来相共哦。这下加在欧洲人来到德国，德累斯登 Q 眼前的这一幅景色，多 Q keep key 啊，令人啧啧称奇的。我觉得这是现代建筑，为什么？因为它是二战以后才修复的，但是它可以修复得到19世纪中叶、18世纪中叶的那种，哇，那种经典的。整个老城区其实有非常多值得看的地方，包含了1738年完美的巴洛克式建筑的圣母教堂，还有几乎是全德国在500年前，大约15、16世纪所盛行的马丁路德教堂，让整个德国的教堂看起来呢就是截然的不同。那太多很多，每一个建筑都有它的特色啊。圣母教堂呢，还有呢德勒斯登
堡啦，然后呢，还有包含这里的新旧城市啦、旧城市集啦、圣十字少年合唱团在这里也很有名哦。在这里很多的教堂内部没有华丽的壁画跟雕像，是因为马丁路德教派的原因。在这个城市当中，当时的国王为了统领德勒斯登，甚至呢为了统领当时的波兰哦，曾经被这个萨克森王国统领过，甚至在这个城市当中，将原有自己君王所这个信仰的马丁路德的教堂呢，而另外再修建出了这个天主教教堂啊，很特别啊。所以在这里就拥有了圣十字教堂，我们现在就是穿过了圣十字教堂啊，它也13世纪的尼古拉教堂，古典主义教堂的样式啊。那哇，这个城市值得你一来，值得你，我觉得在旅游团体来讲啊，花上个2个小时，慢慢在这城市当中啊，慢慢的走，你就可以看到你要看到的东西啊。宫廷、马丁广场、郡王图、格奥根门楼，现在在看到的是它的歌剧院啊，不是这台车车子后面啊。所以我说，在德勒斯登堡呢，德勒斯登太多看不完的景色，值得我们来这边漫步其中，真赞啊！每个礼拜哦，加在澳洲的这些所在会让你有大惊奇啊！这也就是为什么德勒斯登它被称作为易北河畔的佛罗伦斯啊。整个城市在东德时期便在文化、军事跟经济上面占有非常重要的一席之地啊。一砖一瓦几乎全从二战当中修复得来。最有名的拉斐尔的西斯丁圣母画作，绝对是爱好艺术者想要来这边看的一个啊。像我这种比较没有太多你看下面这块城墙是旧城墙啊，为什么黑跟白呢？因为呢，二战之后炸毁了很多地方嘛，他们就把旧的这个砖墙拿起来重建啊，然后呢找不到的砖墙或者被炸掉了呢，这个就用新的砖墙来去盖，所以就呈现了这里的建筑物呢有黑白两色，新旧之间交杂在一起啊，这就是最有名的德勒斯登歌剧院。哇哦！我们现在走进来，用上今天在德勒斯登旧城区当中的一家地窖餐厅。这家地窖餐厅很棒哦，很有氛围哦。光走进来里面，先不管你对西餐吃会哈吃不哈啊，我跟你讲，你看看你走的胖坑你家，光是在这里的这种造型，就让我们觉得呢非常非常的愉悦了啊。